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我狼给大伙儿带来之前我们解说的快打旋风速通记录。我们看看这个怀里抱的小姑娘长得好美哦，直接被抓走了，我也不干的啊！上次咱们选择的速通是白人速通啊，大家伙儿都知道啊。如果是 TAS 的话，应该是选市长了。白人的话呢，就是拳脚方面上特别快啊，特别屌一点而已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选择的是一个摊分的玩法。这个摊分的玩法呢，其实也跟速通的吧，也不太一样，其实也差不了多少。这个游戏呢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啊，不像那个恐龙快打，还有什么变态猴子啊，还有什么第3关不开车等等，对吧？大家伙能了解。而这个真正摊分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几乎就是所有的物品全都获得，然后打的话呢，倒是还好啊，就是正常打。问题在于哪儿呢？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扣这个，对吧？比如说怎么才能把分数发挥到最大？每一个游戏在得分系统上都是非常好的。像我们之前解说那个《三国志2》的那个黄忠的回马金枪，对吧？它就设计了一个打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多少时间内把 BOSS 打死，那么最后啊，它的奖励会变多，而且在最后通关的时候啊，它会有重新再有一波奖励。大家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？重新的这波奖励呢，它就有这么一个赖招了啊，就是说，只要你对吧，你回马金枪时间变0，当你死的那一瞬间 ，BOSS 也死了，最后你站起来的时候呢，时间是99的，咱们又不死命，又是99，所以说回马金枪是真的是很厉害。然后像那种情况下呢，我就是上一次解说的视频也是400多万啊，全程失误2次啊，全程只失误了2次。应该说没有运气成分的话，应该是不会差距很大。而这个版本呢，咱们还是要该看啊。首先它通关的奖励，对于咱们的这个通关奖励的话呢，首先是不是有一种随机物品啊？比如随机物品的话，有没有一种这个奖励？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满血。满血的话呢，通关奖励是怎么样啊？这是也要说清楚啊。好，这边呢用一些轻攻击来打，抓住了之后呢跳臂，扣中1点。啊，好，看看一顿摆拳，跳过来一扣，1、2、3，这人叫什么 2P？ 好，这是第一关的 BOSS 啊，第一关的这个 BOSS 呢，哈哈，说的就是他。但这个游戏感觉好像看起来不难的样子啊，每一个游戏都是感觉不难，当你一玩的时候绝对不一样的。咱们玩的还是困难难度，兄弟们啊，是困难难度的啊，坐等队长对局。再研究吧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把那个 BOSS 打跑了啊。这个设定我们看看好了，一脚踢过来，这里面设定非常有意思啊，血杀。然后毒药也有了，感觉就是快速把它杀掉呢，分数并不是特别多啊，快速杀掉的分数不是特别多，直接打爆。我们看看怎么说，一跪。这个奖励的话呢，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么设计的啊？把所有的兵全打完，这个兵呢应该是有限的。第一关是打了23万啊，最后的奖励不多啊，兄弟们啊。当然这也不算是所谓的什么关卡吧，因为它没有一个通关的动画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渣男西里烫啊，西里汤赠送的一个办卡。20元以内的啤酒，口味淡一点，有没有推荐？什么叫20元以内的啤酒，口味淡一点？你说的是一瓶20块，还是什么呀？啊，一瓶20呢，选择太多了。一瓶20块之内，那有900多个选择啊。口味淡，1664的话呢，比那个福加白甜一点啊，一定要喝这个原产的啊，原厂的，就是这个法国原产的。最次也是波兰厂的啊，嘉士伯的我不建议啊，就可能就瞧不起嘉士伯，可能是啊，因为国产嘛，对吧啊？好，看看。一瓶20块钱之内，那你要是说你要在网上买那64的话，大概
往多了说12块钱一瓶，往多了说那是啊，一般都是9块9.9都能买，然后再便宜，还有再便宜的啊，还有那种就是可能超底价的啊，还有再便宜的啊。好，看看这个是雨果啊，不是，好像不一样。那个根据衣服呢，有的是雨果，有的不是，就跟那个毒药似的，红头发那个是毒药。好，这是地铁。我们看看这种闯关游戏呢，个人感觉好像还是比较这个，比较难受在哪儿呢？因为它这个，系统啊比较单一。你看它没有暴击系统，也没有道具系统。跟名将比呢，名将最起码呢还有载具是吧？然后武器也非常多。但是呢，这个游戏真的就叫快打旋风，是一个正统的纯格斗的游戏，对吧？这游戏太难了，这游戏节奏不好掌握的。你看起来好像他打的感觉，哎，这么游戏我玩，我感觉好简单。当你一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，真不一样。你会发现你会腹背受敌，你不知道怎么抻兵啊，你不知道怎么抻兵的啊。好。就是普通攻击，你看这一套招打血不多，就是奔着这个轻伤害使劲啊。如果说用那种市长，然后再什么投技，那感觉打分就非常低了啊。但是不一样啊，感觉 A 的时候你看啊，他打不了几分，最后那一下是500分，最后那个勾拳那一下是500分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咱们是可以有这个什么呢？有这好的，就是最后那个勾那一下啊，如果勾一下勾中的话是500分啊。你看最后那一下分多啊。科迪和凯哪个厉害？科迪的，你要说主角的话肯定是白人，对吧？那个红人的话应该就属于好基友啊，而且不近女色的那种。市长就不用多说了啊，肌肉男。一说这个市长，我想起那个州长了，我想起施瓦辛格了啊。电影明星，然后当州长啊，多多少少也是有点东西。好了，可以看的啊。这毒药，我去，为啥叫毒药呢？身材是真的好，哎，身材是真的好，兄弟们啊。好，就是勾拳。这些武器打的话呢也不多，还有你大家伙记得那个什么吧？记得那个游戏叫，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？叫惩罚者。惩罚者呢，它的加分系统更不一样了。首先有一手道具加分，对吧？可以用道具加分了啊，这个就非常赖了。好，后跪腿，吃完之后，好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分儿，啊，跳跃打箱子10000分，看不看见？啊，但是吃完之后啊，吃的时候能不能加一个音效叫“嘟”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看这个平台玩游戏不需要开连发啊，因为平台自带连发工具的啊，平台自带连发的。有一些游戏我觉得开连发挺好的，对吧？比如说一些打飞机的游戏，一些飞机游戏，一些这种特别靠点的游戏很正常啊，不要觉得开连发了有点过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撞一下，可以看到哇。这个游戏的话，想打无伤，我听说有人要打无伤的啊。无伤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是我说的简单，大家伙要合理的运用这个事儿啊。我说简单是对于那些高手来说是简单啊，对于像我狼这样的就你别闹了啊。好，就是勾拳，我操！一个刹车，哎，你没有把杆，你居然刹车，你居然不往前倾的啊！你们有没有那种啊，就坐地铁或者坐公交的时候，然后呢这边有对吧？你身边有一些美女，一个刹车，这对吧？直接美女就对吧？直接美女就到你怀抱里来了那种啊！
或者是你倒到美女的怀抱里，一个刹车，咣一下把女的撞了，女的瞅你一眼，啪给你一巴掌啊。然后第二次刹车啊，又你撞到美女身上，美女啪又给你一巴掌。然后等到第三次啊，你走到美女的那边了啊，这回呢变成美女撞到你了，你啪给美女一巴掌啊，让你鸡巴打我啊！哎啊，双儿回来了啊！双儿直接一手这个6级粉丝牌啊，不容易啊！这个成长之路啊，又变成2头堵了，6级粉丝牌了啊！双儿吃的挺嗨，没喝点吗？啊，应该去喝点啊！我看你发那个图，那个菜如果不喝一点的话，多多少少有点那个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赌，就还我跟你说，我都想解说那个怒之铁拳了一会儿，对吧？老想那个赌，对不对？他为啥老能打出金针和钻石？哎，对呀，这也是啊，你肯定不理解了吧？就他这个可能是血杀打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一下100分，这个 boss 一顿摆拳啊，这么打血量非常少，但是呢，哎，怎么说？哎，感觉好像打不死的节奏。其实那个血管都变了啊，变成绿色了，看没见？一会儿变成黄色，这就是 boss 吗？这就是 boss 吗？我是不给力啊，老师啊！黄色的了，哎，你看这个血量，虽然说100分，但是呢，它攻击力低啊，就适合刷分了。你看这就非常赖了啊！不是弱逼 boss， 是当时快打旋风这个系统，他没有意识到可以选择摆拳的，对吧？他没有想到这个可以摆拳的，所以说就是这种格斗游戏就在这儿就比较嘚儿了啊。少年街霸里有这个 boss 吗？我玩少年街霸里面没有那个什么啊，没有那个骨裂啊，它里面是茶裂啊，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骨裂非常痛恨那个大警察啊，因为他的战友茶裂呢是直接被搞死了。好，可以看到68万分啊，已经又是久违了啊，又是久违了，开始拆汽车阶段。这个汽车呢是黑社会小弟的啊。这个地方你感觉就跟那个街霸是一样的，打一半之后呢，你得到背面去打。然后呢，这个车没有赞助吧？这个车牌是什么牌子的，兄弟们？那个车是什么牌子的啊？好，他走了之后 ，Oh no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直接猜了，我去啊！好，看看，哇，他怎么打？他怎么就能打出钻石跟黄金的啊？这个设计是真的哎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说，就是怎么打都是钻石跟黄金啊？好，血杀，这小兵啊，咱们看不看见啊？这个腹背受敌是真的难受，兄弟们啊！快打旋风里面雨果。对吧？毒药，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个人里面，是不是都出场过啊？总感觉好像这个角色就是都能找到。卡普空是有点东西啊，应该是跳 A 吧？还是说某个特定的牌子一定要什么打？打个60暴击，好，8，哎，看看一帮人看戏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哥们长得贼像我一个朋友啊，鼻子贼大，黑不溜秋。我有一个哥们儿啊，叫啥我就不说了啊。我那个哥们儿真的是牛逼啊，真的是。可口可乐好喝还是百事好喝？我喝的是无糖的，无糖我喜欢喝可口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有糖的我也喜欢喝可口。不是黑啊，不是黑，就是确实喜欢啊。好，这个人叫什么？王虎。
啊，不是王什么？那是头上扎个小辫儿啊。好，我那个哥们儿真的经历了一些事儿啊。他前女友就不说了，他有个前妻，他离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那前妻都超级奇葩，你知道，老奇葩了啊。这个事儿，这个好跳 A， 真的是用跳 A 打吗？你看，啊，我有个哥们儿，我有个同事、同学伙计，好，可以看到，直接被雨果抓到那个死斗场里。你看死斗场里面两个啊，你看这里面。一个是 G， 一个是 F。感觉精神病啊，总有这种场景。我今天看了一个电影，挺有意思的，兄弟们啊！我今天看了一个电影，那个电影叫什么？叫《血腥地狱》。哎，大家伙都知道，我是所有类型的电影片，包括纪录片，我都喜欢看的人。我对，我这个爱好很广泛。恐怖片呢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题材。这个叫《血腥地狱》的啊，一个电影，挺有意思啊，挺有意思。就是说。作为一个恐怖片呢，能达到豆瓣 7.1 分，也算是必看佳作了啊。我个人感觉还是一个喜剧片吧啊，我不是特别恐怖的啊，一个喜剧片。我说的哥们儿肯定不是我自己。哎呦，这什么招？直接原地跳一勾啊！我这哥们儿是飞刀，看不见？小李他妈的飞刀啊！这一下200分。看起来好像，也还不错的样子。打血呢，虽然说不多啊，但是确实还是跟这个普通攻击还是稍微多点。这个要血杀，刚才他没有跳 A， 选择用血杀的。这个双黄14 QQ 发我了 ，OK。那个 SURF 那个广告牌上那个女的感觉有点太胖了吧？她不是丰满，她就是胖啊！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。你看，虽然说穿的非常性感的比基尼，好，单 A 一个补，然后血杀，打出来补他不吃，他应该是等一会儿再吃。停尸方收藏我也看过了，我已经推荐完了啊。停尸方收藏的话呢？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那个什么啊，最有意思的还是那个，就是讲那个不戴安全套那个啊，那个看给我乐屁了啊，那个看确实给我乐屁了啊，不戴安全套那个。恐怖片我基本上都看过啊。好，我们看啊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他不是什么保安，就是什么海军司令什么的啊，我一直老管他这么叫，后来大家伙管这个人说警察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哪有这样的警察？现实生活中这样警察，他肯定是混混啊，假扮警察的，假冒的啊。哎，哎，怎么死的这3个兵？刚才那3个兵怎么死的？我去啊！好，来看看，喷火。哎，反跳这个是怎么研究的啊？感觉搁这儿靠火就能把他们全烧死。哎，这个火烧咱们加1000分的，我操，这凭什么他的火然后烧完我加分呢？我操，有这种事儿，兄弟们啊，有这种事儿啊，这个设计非常的逗啊。血腥地狱，大家伙儿现在好像百度搜啊，应该就能下载。如果下载不到，在线应该也有，但是可能没有特别高清的，应该有480的 DVD 的啊。我下的一个是应该是720的，但是它的翻译呢有个别的那个芬兰语啊，因为他不是他那个出国去芬兰，然后遇到食人族，然后说的某些芬兰语呢是没有翻译，但是无伤大雅，全剧99%都有翻译，就是某些地方没有啊，不过没有字幕而已啊，主要是啊。
斜颈，俗称狗腿子。哎呦，哎，我就发现啊，真的是有点赖。一边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一边又说人是狗腿子、狗造人士，我真是服了啊！好，跳 A， 是要用跳 A 打的啊，好像跳 A 跟血杀都可以。你看，就是黄金啊！哎，那个箱子不打了。啊哦，是哦，要打完之后呢，是一个镀炉啊，是一个烧鸡。不是，那是坏人的狗，这好人的狗还有所谓的好人的狗和坏人的狗。那你说王思聪养的那个狗算什么狗？据说人王思聪吃的，我这么实话实说，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，也很打击人，但吃的比咱们好啊。无糖可乐对身体好吗？对身体肯定没什么好处，但也没啥坏处啊。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就好了，对吧？不是很多人都说啊，没有好处，那就是有坏处喽。它没有好处，也没有坏处而已，对吧？什么东西你喝多了都不行，你就是矿泉水，一天你喝他妈20瓶，喝50瓶，那你也水中毒的，对吧？那你也点水中毒啊，你没有说你对吧？你什么东西你吃2块没啥事儿的，对吧？它不像说咱吸毒、抽烟、喝酒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特别伤身，对吧？只不过有的轻，有的重。你像吸毒，那肯定是对人体肯定不好，对神经的伤害不好。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对吧，杜绝这个毒品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烟呢，那就更不用说了啊，对吧？万癌之首啊，抽烟是不是？再加上呢，这个是吧？还打扰到别人啊，别人还抽2手烟，对不对？我喝的是无糖吗？几个大字写的非常清楚啊，没糖可乐啊，无糖。其实糖呢会引发很多的疾病，人体呢没有糖啊就不行，会饿死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糖整多了啊，就容易有各种各样的疾病。啊，就是上到牙齿，下到消化系统啊，再严重一点糖尿病是吧？糖高了也不好的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又是久违的电梯情节。哎，你们没发现吗？只要是闯关游戏，只要它是这个就哪怕是古代都得有电梯，就《三国战记》都得有电梯。你们可能觉得哪有电梯啊？你想想第2关，想想定军山之前。想想那个坐那个梯子，就虽然说不是电梯，但是其实跟电梯的原理是一样的。就说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不理解啊，为啥呢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啊，那不理解啊。好，掉下来一个补。三国志那三国志。好，可以看到这关的这个 BOSS 啊，这个 BOSS 在快打旋风这个LNS 3.0 里面，我经常见到这个 BOSS， 但是这个 BOSS 呢非常嘚儿啊，要自爆，扔一个雷把自己炸死。你看，舍身成仁，这反派的 BOSS 多多少少也是有点东西的啊，人们一般不跟你考虑这个问题。好，直接就跳跃攻击就行啊。拆这个玻璃墙，咋想的这个设计呢？糖，哎，好，又是进电梯了啊，出电梯应该说。好，哎，这个大都市，这个超级月亮，这个月亮好大呀！但是对那个背景的那个城市，感觉好像有点像无限循环的这种感觉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楼都一个样子啊，一模一样的啊。但这个月亮是真的大
由于这个向心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月亮永远是一面对着地球，对吧？永远是一面对着这个地球，所以说呢，大伙儿看到的月亮都差不多啊。上面有一个兔子，有个蛤蟆，对不对？小狼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人喜欢吃的食物非常多呀。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蛋糕啊，奶油蛋糕啊。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堂食。对于少年啊，对于小孩来说，堂食是真的好吃啊。还有女人啊，尤其是有很多人啊，他的人生特别的苦，所以特别爱吃甜的啊。大伙儿都懂什么意思吧啊？而这个我最喜欢吃什么也分年龄段，小的时候就喜欢吃奶油蛋糕，喜欢吃巧克力，那就特别喜欢吃。现在你要问我的话，我真不喜欢吃啊。不是说减肥我不吃蛋糕啊，我也瘦下来了，但是我也不喜欢吃蛋糕了。先吃点什么海鲜啊，牛肉，对不对？这种啊就非常喜欢吃啊。有的时候喝酒，你给我一些肉串，给我一些啥，我都不下酒。我用什么下酒呢？什么腊猪皮，什么花生、毛豆，哎，这种，对吧？都是生精的。那你说我蔬菜，我以前因为小的时候吃不到很多蔬菜啊，小的时候夏天自己种的菜挺多，但是也就那么几样，对吧？茄子、土豆、大辣椒、豆角，什么黄瓜，是吧？什么蒜苔、蒜苗，还有一些就是你的韭菜等等吧，这些。现在呢，吃到东西非常多了啊，什么秋葵都没见过啊，秋葵是什么啊？对吧？大头菜还得分为什么甘蓝什么的啊。吃这个秋葵也对男性有好处，兄弟们啊。好，还是跳 A 来打，全是钻石黄金是吧？啊，你看，这摆了9个箱子，你是为了挡道还是为了啥？感觉血杀和跳 A 好像还不一样啊。他真的是不，他为什么最后一个不是跳 A， 而是选择用血杀呢？我就不太了解了，真的不太了解。是吧？所以说可能不是所有的箱子都必须点跳 A 的啊。秋葵里面的东西像鼻涕，你这话说的啊。那你说我小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姥姥家种大葱，那个大葱啊稍微老一点，葱叶里面也全都是大鼻涕的，那怎么说呀？啊，照样不蘸大酱吃，对吧？秋葵是挺好的，兄弟们啊。秋葵的话有一个叫蒜蓉粉丝蒸秋葵，比较不错啊，比较不错。好，等着他踢过来啊。他要是不踢过来，咱去有可能会打不出来这个钻石。狼哥还回上海发展吗？人生路漫漫，尽管我已经33岁，甚至快34岁了，但我不得不承认啊，这个以后都是未知数。人生没有永远，对吧？啊，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吧？都有变数的啊。但是我可能会经常去上海啊。好，哎呦我这个身材，不要。东北大酱是啥？这有啥大酱的？现在啊，都还买什么东北大酱啊，兄弟们啊！小的时候是因为没有那种成品酱，没有防腐的这个好酱啊，要不就吃那个蒜蓉辣酱。现在都好说了，现在有很多熟酱、黄豆酱可以买，甚至有很多另外的酱啊，对吧？不用自己家整酱了，买酱也没那么贵，对吧？小到1块钱买一袋，大到贵一点的，什么海天黄豆酱，什么这个酱那个酱的，也就几块钱，甚至是也就10来块钱，顶多了啊。再好吃一点的也可以啊，有的是，反正呢就不愿意整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做你推荐的视频？什么样？异域战线是吗？异域战线的话，倒是因为我没有说过嘛，所以说看一看啊。
这怎么这么多毒药呢？而且他身上戴着手铐，你看没看见啊？这哥们儿说啊，这个女的不是啊，这个女的你看她名字变了，但是都一样，长得好好看啊！我说实话，这个身材是真的好。我这么一看，咱看这个科迪大概有个1.8米、1.83米左右吧。这个毒药看起来也得1.8米，有点东西的啊。好，哎呀妈，就抓过来电炮！哎呦我去，一个电炮500分啊！打每个兵不一样啊，抓住你看啊，不是300分，300分，不对，点一下是100分，点第二下是200分，第三下是300分，看一下啊，你看是这么设计的啊。来到厕所里了，那个小狗长得好可爱啊，那个狗小白狗啊。不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喜欢看一个，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女的是假小子，长得不好看，而且就是男性化，但是你知道她是女的啊，然后和一个长得贼好看、贼好看、贼好看一个伪娘，一个人妖，你们选择哪个啊？没法说这个事儿啊。这个厕所，我感觉他这个美国这个厕所啊，有点不太好，不太正规。你像咱们国家的公共厕所啊，一般都写一些什么办证、课搓，什么英语4、6级，什么那个富婆代孕、越南新娘啊，或者说甚至有一些男厕所还非常恶心的写上那个男 X， 然后留个电话什么的啊。我选择弄死，我操！文哥今天被坠的双飞啊，坠的文哥脑瓜嗡嗡的。好，还是跳 A 去打，大部分打跳 A 都是一个金币啊，不都是那个钻石或者说是黄金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电话亭里面会有钻石黄金？办证课搓，哎呦我去！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这个女厕所是不是没有，兄弟们？我想说一下，是不是女厕所没有这句话啊？这个狠的是一到那种就是饭店里的厕所，一般都是什么男性性功能理疗仪啊，或者说是什么啊增大增粗啊，还有什么同志们冲啊之类的，我操，感觉真的是啊，太神了啊！他那招百合折怎么发？反跳呗，好多游戏里都有反跳啊。好，现在才200多万，兄弟们啊！跳 A 钻石，这个还跳 A 吗？好的，这里面有3根金条，我操！大哥，你知道像这么他描写跟他的比例这么大一根金条，你知道这根金条得有多少钱吗？好的，2个大烧鸡，不，一个大烧鸡，一个大肉腿，相当的爽，感觉死不了了啊！好，这又哎呀，你看，哎，这小兵挺烂，兄弟们啊！不要以为这个小兵吃干饭的啊，小兵有点东西。只要被左右夹攻，再加上它有特殊攻击，还有远程，还有什么跳跃攻击的这种怪是最赖的了啊！小兵都会压起身。好，看看，是，感觉就给你4个轮胎，一看就是能打那种。当当当当当！
好，小兵是驼背还是咋的？啊，我们看看啊，这是自由女神像是不是啊？自由女神像左手挎着个什么东西，右手举着个什么东西，大家伙都知道吗？啊，还有这个自由女神这个像，你们说是哪个国家制造的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它这个路灯上也贴广告，看过没啊？啊，重金求子，你看那顶上写的是不是重金求子啊？没毛病啊，那我都看见那汉字啊，重金求子啊，啊。电话138，扒拉你，有点东西的啊！哎呦，这个 boss 又是摆拳，所有的 boss 都可以摆拳，太他妈赖了啊！这个 boss 脸上感觉有点像有刺青的样子，赖的啊！啊，这 boss 直接被揪死了啊！哎呦我去！哎呀妈，这脸红的脖子粗的，好有小兵，哎，把所有哎呦这个奖励，咱们看一下 ，boss 一死，小兵死的时候然后点上那个分蹭，有点赖的啊。阿比盖尔，138扒拉，139咕噜你的手。摇摆拳，摇摆羊，摇摆羊是狠啊！现在我挺想那个语音小伙的，但那语音小伙吧，这个妈的失联了啊！以前一整都跑到我狼 YY 里面，哎，小狼，我说那个，我说小伙，我说你还欠我一个语音呢啊！对吧？他说你欠你啥？我说那个我们这个4355这个对吧？拜年语音什么对吧？粉丝语音到现在他差我一个录音，我跟你讲，对吧？而且他还差一个骂神龟的录音。尽管呢我跟神龟没有仇，但他跟神龟有仇啊，对吧？他现在都丢了，他现在啊，他现在还在聊吗？到后来都李雪花了，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哪去了啊。反正沈阳小伙现在联系不上了。他以前也玩97，他玩97还行，玩97的话，当时是2线啊，当时就是2线中吧啊。好，感觉好像用血杀和用跳跃攻击打都是一样的感觉。你看，有的两个那个桶的话，没办法，只能用血杀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1533赠送我狼的1手办卡。现在你还有正规平台，然后再骂人的，肯定是要管制的，兄弟们啊，对吧？以前都是说没有说什么，没有这种网络的管制，现在你在网上骂人，那也是有管制的，对吧？丝毫不能骂。你像我搁这儿，我往这一站，我小狼狂喷30分，我第2天就得被平台约谈，直接直播间永封啊。对吧？我会骂人，但是我从来不愿意骂人，也不想骂人。虽然是很多人想让我说，我狼你这嘴皮子可以去整点啥，我说我，对吧？我就不扯这个事儿啊。行乐无敌，沈阳小伙挺嘚儿的啊，这个。那个时候跟神龟，然后他给神龟那个，他跟神龟处哥们儿，结果呢，神龟给他坑了啊什么的。但是他们干的不是什么合法的事儿，所以说我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啊。沈阳小伙那个人不错的啊，现实生活中听说也挺讲义气的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人，哎呀，也确实是啊，好，这上电梯，哇，这个电梯直接升到顶楼啊！这是观光电梯，这个是啊，兄弟们啊，没毛病啊。好，我去，上来就3个大胖子啊，这是肥啊，3个肥。
啊，这小音乐非常的盖啊。这都是胖子，这包括怒之铁拳也是，这胖子的形象说白了都差不多啊。就是黑社会养了这么多胖子，吃那么好吃吗？我是真的服了啊！现实生活中啊，为什么胖子是打手呢？首先在力量上就盖别人一头，对吧？又高又壮。但是呢，很多人说呢，真说要是打那个什么啊，真说要是那个职业拳击手打这些胖子，是不是跟玩一样？我实话实说，跟玩一样啊！就现实生活中，你看着就咱不算偷袭的。也不算用武器的，就普通的就是拳脚对决。我告诉你，职业运动员，对吧？就当然他不能太瘦了，那1.6米，然后1.6米，然后对吧？110斤，那种男的，那白扯，那白扯啊！那光压都压死他了啊！但是你要说正常就职业，就像比如说像邹市明那样的。对吧？职业运动员啊，或者说是你，比如说像什么，咱就不说什么播球了啊，咱也不说那些玩那个拳击什么泰森什么的，对吧？找个年轻的拳王啊，拿过这个 WBA、WBC、IBF 金腰带的那种拳王啊，你对吧？这就是轻量级的啊，我说轻量级的，就不用说什么重量级啊，轻量级的，你就你像咱直播间里那个什么，大家伙都知道我小狼传媒那个大涛哥。还有什么钢蛋儿啊？你看起来好像挺厉害，是老蛔了啊，对吧？几拳就撂倒啊！这全都是上了发条嘛，就明显拳速非常快啊！这么厉害吧？打那个扁桃体是吧？啊，打那个这个啊，对。但是职业运动员脂肪多的人就很厉害啊。尤其你比如说咱们大伙儿看那个日本的相扑，那大胖子那可厉害啊，那可真厉害啊！好，看看一顿突啊！哎呦，这帮会防的这个怪是真的有点东西啊！哎，他把那个打碎啊，无所谓，是一个补血。这种补血的话，他应该还是要留的啊，因为补血肯定是要留的啊。UFC， 咱们这个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就是规则方面上呢，为什么说拳击啊是大伙就是全世界看拳击的人是最多的？现在还少一点了吧？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。早在90年代和这个21世纪初的时候。跟大家伙说一下，那拳击绝对是牛逼啊！拳击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它有很多限制，没有什么投技，也没有说什么倒地了怎么样，也没有腿啊，就靠上半身啊，靠这个走位打啊，就能把人打倒，就很厉害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拳击啊，严格来讲是禁手了，禁的。UFC 或你像散打呢，有的时候也没有一些捆技。对吧？但 UFC 不一样，除了有一些特定的位置啊，对吧？啊，那是吧？剩下的你像什么打到地面上，还有一上来打着就往地下躺的那种人啊，那往地下躺的那种，那他妈那无敌了。就像咱看那个导火线啊，甄子丹演的那个电影啊，就是你完蛋了，托尼啊！甄子丹躺地下，那个周道龙搁那儿，哎，感觉不知道怎么打了，你知道吗？当然，现实生活中我就是，如果真有人躺在地下让我去打他，我还用打吗？他真有这种人，我说句实在话，我直接整瓶汽油往他身上一倒，我操，他不站起来呀？我一个打火机他不站起来呀，对不对啊？真正要是街头械斗，他往地下一躺，我直接拿几个啤酒瓶子往他身上砸，我就不相信他不站起来啊，对吧？咱说，你说这个打是这么打，咱说那个胖子，咱也不是有。对吧？咱也不是有规则的，都是无规则的啊，对不对？小时候只喜欢泰森，他出场老是 KO 别人。泰森吧，就是太讲武德了，知道吧？泰森吧，他不够龟，再加上他自身条件呢，确实没有老霍牛逼啊。当年给老霍咬耳朵，但后来老霍跟泰森的关系不错啊。老霍跟泰森关系不错啊，再有一个综艺节目，这个泰森还去采访，就是当着
客串主持人采访老霍啊，有这个剧情。可是大家伙都知道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永远的这个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但是永远的朋友有，兄弟们有啊，少。永远的敌人有没有？也有，也少。这个只有内心阴暗的人呢，才会被这种负能量的事儿所击破啊，对吧？灰灰一挑仨了，灰灰肯定在一挑仨呀啊！好，这两个补也一样啊。补如果满血的话，正常咱们都是满血也加血。好，打碎这个箱子也加好像好几千分。你看打箱子也加分啊，加的分还很多。好，满血这个地方吃不吃？不吃啊，不吃。他选择先打。保证自己的血量是健康的啊！对啊，其实我跟你讲啊，泰森就有点像什么呢？泰森就有点像这种，就是比如说咱们玩这个玩拳皇97啊，玩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玩的角色，比如说玩草剃精、玩特瑞、玩这个什么红丸什么的啊，或者说玩一些这种街机厅玩法。当他碰见老霍呢，开始玩恶心了啊，开始用什么大猪啊，什么大门，什么千鹤，远距离就搁那发助词啊，大猪就跳来跳去，就恶心你，这个，然后泰森属于华丽流的啊，泰森给泰森打急眼了啊，这个能理解吧啊，能理解吧啊，但是说难听点儿，竞技游戏还得是赢，你只有赢了才行。对吧？你说你自己有多华丽没有用啊，对吧？你说我是对吧？我是黄老板啊，对吧？那我是南京老妖，我是广告无处不在，我是王庄，他得赢啊，兄弟啊！你不赢你白扯啊！老霍是包王，老霍不是包王啊，老霍不是包王。我觉得那个拳王阿里是包王，我看那个阿里的以前早期的那个视频啊。就一上来对吧？这不是拳击弹吗？一上来往那个拳击那个把扶手上一退，来吧，你来啊！咱打文明里没有这样，来你打我来啊！打着给人打倒了，太气人了啊！对不对啊？我少说个卧龙怎么了啊？好，这点勾引，这一脚蹬箱子啊！好，你看这帮人真欠儿，这帮人啊！你说就这么点血的小兵，过来踢一下，来的啊！好，进屋吧！哎，现在上来两个女的啊！啊，一个摔，感觉好像在角落里，只要背对着敌人啊，都没多难，是不是？背对着敌人都没多难啊！哎呀妈，直接怼死！我去，好看看小狼这生计没有，不是我好像有一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叫 F91啊，他好像那个解说星际玩星际比较好，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，叫 F91啊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有隐藏物品？啊，真的有隐藏物品，看不看见？哎，这个隐藏物品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有了，就一个柱子，一个盲区。无论是怒之铁拳，还是说这个街机的快打旋风，还是恐龙快打，都有过这样的设定啊。好，写上，哎，出了一个寿司，不要是 SNK 的，你搞我啊！肯定是卡普空嘛啊！
我确实不看那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连魔兽争霸我都不会，兄弟们，我连魔兽争霸原版我都不会，我会说3C， 但是我不会说魔兽争霸原版，而且我还有一个不会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什么真三国无双，就那个真三国无双的那个啊，就跟刀塔一样那种类型，这我都不会啊，这我都不会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我会红警我会啊，红警呢是小时候常玩，然后呢后来知道这个啊，应该是这个法国跟伊拉克吧啊，好像法国跟伊拉克啊现在是最厉害的，好像伊拉克厉害，有那个辐射工兵的是不是伊拉克啊？好。梦三国我也会，我玩过一阵啊，梦三国我也会的啊。伊拉克现在应该是最厉害了吧？有一阵是法国厉害，后来伊拉克就这辐射工兵啊是真的赖啊。辐射兵，法国就是巨炮，不是自爆卡车是利比亚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先把这个女的抱过来，然后放在那儿，然后先放起来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打这个针还能奖分？不能啊。好，小兵出来了。这个哥们儿整一个滑轮椅，来手里拿个喷子，逗死了这个 boss 啊！我从来不理这个boss。好，往地一跪，还走过去一跪啊！你看这个设计，好，揪住了。啊！怪出来了，直接这炫死就行，炫死这些怪也直接死了。咣，太惨了啊！哎，打完了你俩出来了，来的啊！好，可以看到52分钟啊，来自于这个快打旋风美版困难难度啊，传说中的摊分啊。这所谓的摊分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它主要就是怎么去告诉你怎么打这个金币啊，主要是怎么打这个金币。我们看到最后啊，这个剧情啊，女的追上来之后呢，这个红人啊，这个哇，卡蒂，哎我操，真这神助攻啊！这种队友怎么说呢啊？好，可以看到也就这么回事啊，摊分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技巧，主要就是打钻石就可以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